乌军重击萨拉托夫炼油厂，俄空军基地遭袭。乌军在托列茨克矿区升旗，发起猛烈空袭，打击俄军据点。乌军摧毁赫尔松俄军地下基地，成功收复波克罗夫斯克两地。乌军大规模空袭罗斯托夫等4地，70余套建筑遭毁。乌克兰 F-16战机首次低空飞行，俄军前线现骆驼骑兵。以色列警告，若哈马斯不释放9名人质，将重新发动加沙攻势。川普斡旋乌俄停战，泽连斯基愿与普京谈判以达和平协议。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2月1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84天，乌克兰继续朝俄罗斯的后方发起攻击，目标直指俄军的基地和油库。突发消息，乌军大规模空袭了萨拉托夫地区。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2月11日夜间，乌克兰向萨拉托夫的克雷金赫炼油厂发射了无人机攻击群。该厂在遇袭后随即燃起大火，当地居民称听到了多起爆炸声，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现场画面也显示，炼油厂的火势正在快速蔓延中，在城市中的远处都能清晰看到升起的火光。据悉，该厂生产的石油产品范围多达20多种，并且还为俄方提供军需物资。此外，乌克兰的无人机还打向了萨拉托夫的 Engels 空军基地，引起巨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目前相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不过，近期乌克兰已加大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攻击力度。根据俄媒 Astra 的统计，仅在过去2天，俄罗斯的3家炼油厂和2个油库就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之前，当地时间2月10日夜间，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海的最重要港口乌斯季卢加，一艘名为无尾熊号的油轮起火。当时该油轮还载有13万吨的燃油，船上另有24名船员，正停靠在港口内。现场画面显示，无尾熊号的机舱已经开始进水，随后船体搁浅，船尾朝下，并伴有明显的火光，还不时传出爆炸声。此外，乌克兰军方还袭击了俄罗斯的 Rostec 直升机工厂和无人机仓库。这些事件与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迅速提升密切相关。基辅方面表示，计划在2025年继续研发和生产更加精准和远程的武器。在过去1年里，除了无人机，乌克兰还继续推出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乌克兰在东部焦点战区托列茨克的行动中发起了连续的反击。最新消息，乌军在托列茨克的矿区也升起了旗帜。R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10日前后，乌克兰第100机械化旅在当地发动袭击，成功突破了俄军的阵地。在森特拉纳的矿区一带，乌军和俄军展开了长时间的激战，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交火声此起彼伏。最终，俄军暂时退出了战场，乌军控制了矿区的部分阵地，并成功升起了一面乌克兰的旗帜。早些时候，乌军还在托列茨克的北部发动了反击，收复了一些住宅区，而乌克兰科德特种部队还对托列茨克的俄军据点发起空中打击。视频显示，乌军出动了 FPV 无人机，定点空袭了这些据点，随即引发数起爆炸，打掉了俄军的掩体工事。与此同时，据俄罗斯电报频道的披露，这2天乌军在库尔斯克又占领了至少25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加2个定居点。乌克兰正在将库尔斯克的反击和其他战线的行动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的攻势相当活跃。据报道，当地时间2月8日前后，
乌克兰第425突击团在波克罗夫斯克的皮斯查列方向发起反击。此役，乌军成功突入到了俄军的后方，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迫使俄军开始分散撤退。紧接着，乌军还包围了撤离到科特林附近的俄军，并将其歼灭。随后他们成功收复了这块失地，构筑了新的防御工事。另外，在经过前2天的反攻后，乌克兰似乎重新在库尔斯克扎稳了脚跟。随后，乌军出动超过50辆坦克装甲车，再次发起攻势。福布斯报道，当地时间2月9日前后，乌克兰第82空降旅配合其他部队又发动了营级的进攻。报道称，约500名乌军在50辆装甲车单位的支持下，快速向前推进了5公里，并确认收复了克尔马科夫和法纳塞耶夫卡两地。乌军不仅重新打开了库尔斯克的局面，也极大地支持了其他战线。无论是顿涅茨克战区还是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部队都发起了不同程度的反攻，收复了一些失地，稳固了防线。乌克兰对南部的俄军控制区发动了连续的空袭，策应地面的反击。突发消息，乌军导弹击中了赫尔松的地下基地。诺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2月10日，乌克兰部队向赫尔松的奥列什基地区发射了数枚 AASM 导弹。此役，乌军的目标直指当地公路下的一个俄军基地。他们先是用突击队发起了佯攻，为炮兵部队制造了机会。紧接着导弹呼啸而至，精准击中了目标。俄军基地随即传来一连串的剧烈爆炸声。现场画面显示，该地上空已冒起浓厚的黑烟，并伴有明显的火光，大火正在俄军基地内蔓延。而基地上的公路也遭到不小的破坏，给俄军的救援带来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空袭俄军基地前，还向赫尔松的其他地区发动了猛烈炮击。现在看来，那很可能就是在为之后的导弹攻击做准备。与此同时，乌军在顿涅茨克的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收复了2块失地。Deep State 的报道称，乌克兰第68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在当地的南部将俄军赶出了部分定居点。接着，乌军还重新占领了2个阵地，并控制了工业区一带。根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的一辆 Max Pro 装甲车已抵达波克罗夫斯克的皮什查内，目前此地已没有俄军的踪迹。这表明几天来，乌克兰在顿涅茨克的反攻正在取得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俄军则试图在波克罗夫斯克的西部发起进攻，但被乌军阻止。引用乌总参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月9日22点，在过去24小时中，全线共爆发了127次战斗冲突，其中47次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俄罗斯军队共向乌军阵地和定居点进行了超过5000次炮击，在77次空袭中投射了101枚滑翔炸弹。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共歼灭俄军1390人，坦克13辆，装甲车31辆，火炮44门，特种装备1套，军车及其他机械载具169辆。库尔斯克战场上，乌军苏贾东南地区的控制区仍在扩大中。乌军第82空中突击旅昨日又将西南科诺佩尔卡方向的接触线扩大了2平方公里左右。在巴赫穆特西北的西维尔斯克战区，乌军国民警卫队鲁贝日旅旗下自由力量营摧毁了俄军一支机械化分队，至少打爆了进攻俄军9辆装甲车。步兵暴露在外后，乌军无人机连歼灭了约1个排的俄步兵。此外，该旅第4无人机营安塔瑞斯营还俘获了多名俄军囚犯兵。该营指挥官鲁斯兰皮杜布内通报称，审讯显示，由于伤亡过大，俄军囚犯兵士气非常低落，在俄军风暴 V 部队中有不少囚犯兵主动投降。2025年2月10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83天。乌克兰在2月9日夜向俄罗斯境内的多个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据悉，罗斯托夫的70多套建筑都遭到了破坏。
根据不久前得到的消息显示，乌军在夜间除了攻击克拉斯诺达尔的炼油厂外，还对顿河畔罗斯托夫发射了无人机。随后就传来当地一个由泵站遇袭的报道，画面中该油站附近已传出了多起爆炸。显然，乌军的目的还是旨在打击俄方的战略能源。河畔罗斯托夫的市长不久后发布通报，还表示当地5一区的70多套建筑受损，并宣布该区进入了紧急状态。此外，伏尔加格勒和沃罗涅日等地也遭到空袭，俄方声称击落了36架无人机，但这些地方都传来了不同程度的巨响。这意味着乌克兰实际上对俄罗斯的4个主要地区同时进行了远程打击，以支持地面作战。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媒体也证实，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3面都展开了反攻。然而，俄方媒体却声称，他们故意减缓攻势，是为了避免破坏即将达成的停战协议，并指责乌克兰背信弃义。对此，基辅方面予以反驳，并强调俄军的攻势放缓主要是因为损失过于惨重。此外，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发起空中和地面的联合攻势，乌军还击落了俄军的一架苏25攻击机。据报道，当地时间2月8日，乌克兰第28旅的士兵在托列茨克方向持续阻击俄军的进攻。战斗中，他们还打掉了俄军的苏25攻击机。现场画面清晰显示，该军机遇袭后快速下落，很快就坠毁在前线，随即引发巨响，飞机的残骸正燃烧出不小的火光，还不断向空中冒出浓浓的黑烟。据悉，该战机在被打掉后，俄军还派出了米8直升机试图救援跳伞的苏25机组人员，但这一举动被乌军发现，立即发射了 FPV 无人机予以打击，最终成功干扰了米8直升机的飞行，迫使对方放弃救援返航。乌克兰在相继接收新的战机后，他们的空军正动作频频。最新消息，乌军 F-16 战斗机首次在战区低空飞行。诺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2月9日前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一段影像，显示乌军的 F-16 正刺破天空，出现在前线战场。更引发注意的是，该战机还首次以低空飞行的方式快速掠过了战区，很可能在执行战斗任务。已有信息显示，该战机携带了全套的 AIM-120 和 AIM-9 空对空导弹，还挂载了多枚美制的 GBU-39 滑翔炸弹，并且它也配备了电子战对抗系统，用以躲避俄军的干扰。目前，基辅方面尚未就此事发表进一步回应，相关消息有待确认。与之相对的是，乌克兰还在加紧制造 F-16 的模型，去年他们用这个方法消耗了俄军不少的导弹。从中可以看出，乌克兰空军直接参与前线战事的频率正显著增加。现在他们还拥有了法国的幻影2000，很可能会发起联合的空中行动。另一方面，俄军前线的战术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日甚至出现了骑骆驼的俄军士兵，引发外界热议。画面中，一名俄军士兵骑在高大的骆驼背上，身旁有2名护卫，似乎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一种威风凛凛的气势。这足见俄军装备损失之大，以及生产补充能力之匮乏。回顾去年，俄军的摩托车冲锋队也曾进行过升级，甚至使用了电瓶车或者类似割草车的装备。更早之前，俄军还将驴子投入战场，指挥官坚称驴子非常实用，尤其在运输补给和弹药方面表现出色。前线流出的画面显示，俄军正用这些驴运输后勤补给，甚至是武器弹药。俄方证实了这一传闻，他们的将领索博列夫声称，驴子在前线很好用。之前，俄军已将民用卡车、摩托车乃至电瓶车都用在了战场，这和开战之初的情况已经迥然不同。这一变化与俄军开战初期的钢铁洪流式攻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军在战场的机械化进攻逐渐减少，而类似摩托队的冲锋则相应的增加。
在2月11号的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除非哈马斯在周六中午之前释放停火第一阶段中剩余的9名人质，否则停火将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将重返加沙地带的激烈战斗，直到哈马斯被击败。早前哈马斯表示，他不会按计划在本周末释放下一批以色列人质，理由是以色列涉嫌违反脆弱的停火协议，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破坏本已脆弱的3周停火协议。川普对哈马斯的违约称，如果所有剩余的人质没有如期被释放，以色列将结束加沙的停火并恢复战斗。就我而言，如果所有人质在周六12点之前没有归还，我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会说，取消它，所有的赌注都落空，让地狱爆发。我想说，他们应该在周六12点之前归还。虽然决定权在以色列手中，川普这个建议其实更像是对以色列将加沙战争烈度提升的一个最明显敦促，也是基本放手以色列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进行这场战争的最明确信号。据更新闻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已取消加沙师士兵的所有休假，这表明以色列当局正在为重新开战做准备。以色列军方周二晚间表示，将增加加沙地区的增援，为各种情况做准备。据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经命令国防军做好最高级别战备，以应对加沙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并保护当地社区。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2023年10月7的惨剧再次发生。另有情况显示，以军正在加沙附近大规模集结。此前，针对上周六3名获释人质的状况，川普表示，看起来像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几年前还是健康的人，现在看起来就像老了25岁一样，就像1个月没有吃饭一样。他们的状况很糟糕，他们憔悴不堪，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忍受多久。当地时间2月9日，泽连斯基总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ITV News 采访时表示，2025年结束战争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泽连斯基表示，只要欧洲和美国不抛弃乌克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确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他愿意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这个说法比以前有了巨大的让步，即乌克兰默许暂时无法收复全部主权领土，也没有继续强调要求加入北约或者重新拥核这2种安全保证中的一种。总体上，这是和川普团队沟通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让步在2月4日对话英国记者中，他已经表示，如果这是我们能为乌克兰人带来和平的唯一机制，我们将与普京谈判，即使与普京的对话是一种妥协。当被问及他个人与普京面对面会谈时会有什么感受时，泽连斯基明确表示，我不会对他好，我认为他是敌人。老实说，我相信他也认为我是敌人。而随后，俄罗斯方面也宣称，即便泽连斯基不是乌克兰合法总统，也会与之会谈。泽连斯基这已经是1周内第2次明确对川普斡旋乌俄停战谈判的回应。美国保守派媒体《纽约邮报》8日当天对川普采访时，川普表示曾与普京通电话讨论解决乌俄战争问题。他说，我与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我说你必须停止战争，他同意了。但他说，俄罗斯的首要利益应该是吞并所有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并且不能限制俄罗斯继续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利。所以我说，弗拉基米尔，听着，这完全是幻想，这不会发生，您必须了解，我不是拜登，您要么达成诚实的协议，要么我们将在乌克兰宪法中承认一些被占领的俄罗斯领土。相信我，人们会喜欢的。川普通话中表述的意思很明确，你知道我的手腕，别给我玩花活，机会不多，见好就收。如果不达成停战协议，我会将强力支持乌克兰占领更多俄罗斯领土，也许你来一个宪法公投入乌。既然你们可以随便宪法加入乌克兰4州，自然也很容易把乌克兰4州拿掉。克里姆林宫会买账吗？当然会。鉴于上个任期普京和川普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对方的威胁后面并不是虚张声势的传统，
所以普京目前接受川普的斡旋，和乌克兰进行停战谈判是大概率的。截止到目前，川普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将乌俄引导到谈判桌上是他达成和平的第一步，这也是他竞选时的承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表示，下周美国将与合作伙伴讨论如何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